久闻徽墨乃天下墨业之首，我们出令贵地，未敢空手而来。这匣中装的，是我们黑田家制作的墨品，原作为礼物，赠予徽州各家磨坊，望公主殿下允准。呈上来。请胡会长指教。久闻陈家100年以来，一直以凌云墨、柿子墨闻名。这是我黑田家以这2块墨作为参考做出来的墨，请陈长士指教。爹，这怎么可能？李墨传自南唐，当属大明墨业之首。即便是在东瀛，李墨也是无人不知。我们送给李墨的礼物，同样传自南唐，请李长士指教。李长士，可识得此墨？李家的四合墨，礼物未送到，只是不知这次公墨竞选，诸位要用哪一种墨？与我黑田家的墨比啊？连吉不得无礼。2位客人，小女子有礼了。你们复原的李家四合墨，技艺精湛，足可比肩李家先祖，可见黑田家制墨水平不凡，小女子甚是佩服。不过，这四合墨乃是李家先祖于南唐时所做的珍品。自南唐之后，李家的墨经后人精进发展数百年，几经发扬光大。可是你们研究的，这仍然是100年前我们老祖宗的制墨技术。这其中差距，我想也不必小女子多说了吧。客人们远道而来，舟车劳顿，参选之事，等安顿好后再详谈也不迟。来人，送各位客人至驿馆歇息。送东瀛客人至驿馆歇息。不等告退。民女李珍给公主请安。李珍，与黑田家斗墨，你可有把握？民女不敢欺瞒公主。今日黑田家带来的墨品，却是我徽州李家磨坊失传已久的珍品。如今，不仅是李墨，哪怕是整个徽州城，恐怕也无人能敌。你是说，此番斗墨，我大明赢不了？若是今日比试，李墨不得不认输。可距离共墨竞选还有些时日，不到最后一刻，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这才是徽墨之首的当家人该有的气势吗？何知府到。
下官骆文谦拜见公主。启禀公主，于将军有幸带到。起来吧。多谢公主。禀公主，我朝自开海禁以来，商船可由粤港出海至东西2洋，所到之处，商贸繁荣。此次开海禁，独将东瀛排除在外。于将军察知，东瀛黑田家族以交流墨道为名，参加本次贡墨竞选，一旦夺魁，便会向我大明提出对其家族开放粤港区域经商权的要求。此事涉及国策，因此特呈书信提醒公主，请公主一定小心。此外，黑田家族与倭寇素有勾连，于将军担心倭寇借机作乱，特命属下前来支援，防患于未然。皇兄此番让黑田家参与贡墨竞选，本意为切磋交流墨迹，不成想这黑田家竟另有所图。李真，若如于将军所说，这番比试，徽墨更是只许胜不许败，事关我大明的开海国策，你可明白？回公主，黑田家族此番前来，口口声声说他们学的是李家先祖之墨，可如今又以我家失传之墨前来挑衅。无论是为家为国，李家必定万死不辞。公主放心，李默必当竭尽全力，给圣上、公主一个交代。好，那本公主便拭目以待。重来。爷爷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不急，歇会儿再试。你说这试了也这么多遍了，我怎么就掌握不好这四合墨烟台的精准制法呢？我这请东叔，这都笑什么嘛？哦，嗨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黑田家送来的四合墨跟咱们李家的四合墨，无论是色泽度还是油润度，都极为的相似。这说来也奇怪，我们李家的四合墨少说几百年了，黑田家的四合墨它是金墨呀，它不超过10年吧？就算都是极品，那它的区别也应该是显而易见才是啊。我曾听墨商跟我说过，这东瀛墨产量极低，所以他们寻得千年松材比我们要容易得多。所以孙女认为，这问题或许出在松材上。难怪啊，李家的四合墨是祖先几百年前所制，那时用松材烧烟制墨，制墨的人并不多，身上数百年、上千年的松材易得。可自宋代以来，墨业繁盛，整个徽州的松材用量与日俱增。如今我们用的松材，最上等的也不过100年。东头先生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感慨，正是因为徽墨兴盛，所以才导致这松林稀疏的。那就难怪了。嗨，我一直以为是自己资质愚钝，这巴掌白挨了啊。
那如此说来，我们也不算全然落于下风了。且不说这千年送才难寻，就算是有，我们也堪堪和他们打个平手，仍没有胜算。无妨，既如此，那我们比前人更进一步就是了。各位叔伯，真娘今日邀请大家相聚至此，是想告知大家，李默将做六合墨，来迎战黑田家族。六合墨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制墨合胶，每合便加一重难度，四合墨已经很出色了，要做到六合，怕是更难。镇长室，八爷，哎，做六合墨有几分把握？诸位叔伯，真娘不敢说这有几分把握，可黑田家的墨，除了技艺精湛以外，还胜在原材料实属上乘。那既然我们在材料上难以胜过他们，那就必须要做出一款比他们技高一筹的墨，我们才有胜算。在这四合墨之前，也没有人想这墨还能够四合。可既然我们先祖可以做出这四合墨法，那我们这些踩着先祖脚步的后来者，为何就不能再向前迈上一步，尝试六合，用六合来弥补材料上的不足，做出一款足以超过四合墨，赢过黑田家族的墨呢？说得好。三爷爷，哎，丫头，您来了。说得好，佘三爷，君山叔，三爷爷，哎，三爷，快坐，快，诸位请坐，坐。都听到了？我都听到了。比先人再往前多走一步，这个想法好。老爸，我一辈子不服你，不服你们李家。可你有这么一个好孙女，我是不得不服呀。来之前，我一直在想，全徽州做墨的人里，属我岁数最大，我得捋直了这把筋骨，替晚辈们把责任担下来。可是听了丫头这番话，我陈继儒自愧不如，自愧不如啊！六合墨若成，便真是合古今之大成，必为千古传世之作呀！老爸，此番沉默甘拜下风。不过丫头，哎，时间紧迫，能不能做出六合墨，已经不是李家一家之事了。你若有什么难处，千万别瞒着三爷爷，还有在座的各位啊！对，对。三爷爷，您来的正是时候，真娘正想向您开口呢。哦，想让三爷爷帮你做什么？这六合墨调胶是重中之重，而我知道君山叔最善教法，所以我想向您借君山叔一用。这调胶便要进你们李家的合墨间，你就不怕我们陈家偷师啊？三爷爷，您又说笑了。真娘要做这六合墨，其中也有天合、地合、人合之意。今日请诸位叔伯前来一聚，除了告知大家李家要做这六合墨以外，也是想让各家能够相助李家，众家一心，将这六合墨制成。天合、地合、人合，这句话便是个好兆头。金山，莫给咱们陈家丢了脸面啊！是。多谢三爷爷，多谢君山叔。客气了，再见。李家姐姐，潘墨如今虽已落寞，但几百年之前曾与李默齐名。李默若有需要，我愿将潘家祖传手稿奉上，助李家姐姐做成六合墨。好，好啊。若谷，快
坐下，快坐，坐。这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西家没有别的，只有一套祖传的石灸石杵，制出的墨团能够更光润些，造出的墨也会更黑更亮。如有需要，尽管拿去便是。好啊，好啊。真娘替李默，多谢诸位叔伯。丫头，别只顾着高兴啊！这次供墨算是三爷爷让给你的，等到下一次，三爷爷定要与你，还有你爷爷，一争高下。老爸，哎，这个月敢不敢应啊？干。这是老哥俩。不行，再来，再来。老爸，这个能用得上，好东西啊！爷爷，三爷爷，快来看看这烟，烧成了。成了。你没事吧？烫着了。我没事儿。青苔漫过世界雨。不行，你这还红着呢，一等着就给你拿药。窗棂悬着去年枝，茶几在袖口开出千里。用它吧，我一直都带着。烟丝绕梁袅袅去，细数又是天间的游戏。泥锤结束这年轮，又把痕悄然蜿蜒成溪。远山墨色如你眉间雾气，好风有一处心河安宁。这3年，我把这胭脂墨已经复原出来了。等你这罐用完以后，记得去募穴，别免过新的。无论是烫伤、刀伤，都管用。那我也舍不得用这一罐。你复原的那些墨，都不及这一罐。因为没有这一罐，不仅能疗伤，也能疗心。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？啊，
这是我们骆家的磨坊，姑姑让我给你，或许能帮得上忙。婆婆让你给我的，这个是落寞的磨坊。这是我们骆家的磨坊，但是姑姑说，那年那场大火之后，罗梦真就死了。她现在姓李，可我又不太懂这些，志不在此。但是姑姑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如果有朝一日，落寞融入到李默的话，才能继续百年、千年的传承下去。帮我谢谢婆婆。姑姑还说，虽然这几年和你见面并不多，但知道你一直在通过狗儿，暗暗的给她送钱送货，她很感谢你。但她还说，她有愧于李家，没有吃斋念佛终此一生，在佛前为李家祈福。过去的事情，我跟娘还有爷爷都不想再提了。过去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好胶，难得的好胶啊！爷爷，这胶合得墨吗？当然合得。景东，这年啊，你们去将陈三爷爷、启春爷爷还有胡会长他们请来，咱们齐心协力，一同合这六合墨。爷爷，我还想请一个人来。你想请丑婆过来？是，昨日婆婆将落墨的手稿全给了我，里面的合墨技法，着实让我惊叹。我听闻婆婆年轻的时候，无论是变墨还是合墨的手艺，完全不输您，还有陈三爷爷。所以，我想把婆婆请来，助我们李家一臂之力。他把落墨的手稿给了你？没错。景东，叫不叫他来，由你定吧。爸说，景东即便心胸再狭隘，此时此刻也不敢因私废公。真娘，去吧，请他来，我也去把陈三爷他们请来。哎，那真娘去了。我去吧。你一宿没怎么休息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骆东家，真娘，我看他有一把子力气，你就留下来帮我这个老爷子一把，可好？文谦任凭八爷差遣。你去请人吧。跟我来。八爷，我为您请个郎中来瞧瞧吧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清楚。不知八爷把文谦留下来有什么事情？骆东家，我把你留下来，是想跟你说说你跟真娘的事儿。我家真娘表面上深沉，在我和她娘面前，终究是藏不住事。
我们也都看得出来，这3年，这丫头啊，心里一刻都放不下你。但是，因为她撑着这个家，所以不敢轻易的往前走一步。你若是也放不下她，你就先往前走一步，可好？八爷，这3年我未有一刻忘却过李真，但如今我不敢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哎，八爷，3年前文倩得知真相，是我爹害了李家，害了李默，也害了您。今日文倩不敢求八爷原谅，但求八爷收文倩一拜。老东家，快请起。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呀？和真娘一般大的孩子。罗家再大的罪过，那也算不到你头上。多谢八爷。但世事弄人，这就是文倩的命吧？世事弄人啊，世事弄人。我去叫李真回来。回来。现在是六合墨的关键阶段，你要是告诉他，他心一乱，这墨还治得了吗？我这病回天乏术了。这个当口，我目前的情形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只有你知，我知。好，八爷，金水信你。真娘，这块六合墨，爷爷跟你一起做。爷爷，老爸，老爸，你可想好，之前曾在祖师玄吉面前定旨明示，若现在碰墨，岂不是毁了自己的事？陈三爷，我李金水一生痴心制墨，若此生有幸见得六合墨成，为师又何妨？我教我家真娘制墨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和她制过墨。真娘，咱们今天祖孙齐上阵。好，真娘听爷爷的。合墨，合墨！文倩，倒入烟台。好。八爷，您好。爷爷。
好啊。二河，文谦，倒入烟台。再加点酒。三河，文谦，再加烟台。入玉械射枪。文谦，加冰片。四合，文倩，加烟台。王爷，我来吧。爷爷，你要不然歇会儿吧，这交给我们就行了。来，您坐。来，来。来。爷爷，这第四重，为何墨和胶不相容？若真如此容易，怎会未有人试过？把这锅倒了吧，重新调配药和酒，咱们重来。好，重来。加烟台。四合了，哎呀，四合。继续。加料。
加烟台。不喝。来。 抓！加料！来，加！文倩，你歇会儿，我来。六合！加烟台！来，加！来，继续，使劲！天河，地河，人河，济河，道河。 来，真娘，真娘，你这可以的，再来，真娘。 真娘，快走！八爷，八爷，老八，八爷，爷爷，快走！再喝一口。你刚刚吓死我了，于燕，我先送您回去吧。 墨要紧，但人的身子也要紧。这里有我们呢，您放心吧。让大家受惊了。我无碍。各位叔伯，大家先出去吧，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对，好，那咱们先走吧。放心啊。 安心歇息啊！真娘，我歇会儿就好了。你是六合墨的主治墨师，不可随意离开。去吧。八爷，要不这样，我在这陪着你。不用管我，都走，都走。狗儿，哎，劳烦你照看下我爷爷。 是。去吧，走。继续。八爷，您躺一会儿吧，好吗？来。
您好好休息，随时喊我，我就在门口。七哥，什么是以血铸剑？这不过是书中记载的传闻而已。在七哥看来啊，以血为引，代表的是想做出一块好墨的决心。你想啊，有了以命献祭的决心，做什么不能成事呢？可是书上既然这么说了，就定有它的道理。等我长大了，定要把书上这些奇闻异事一一试过，说不定就能为咱们李墨做出一块天下最好的墨来。八弟说得好，以后啊，咱们这李墨可就得靠你了。八弟，八弟，七嫂，七哥，八弟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剩下的事交给后人吧，他们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八弟，随七哥走吧。七哥，以血铸剑，给我一些时间。以血为引，给我一些时间吧，我求求你了，给我一些时间。以血为引，丫头，先歇息一下啊，咱们再做记忆，好不好？八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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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，八叔，干什么？爷爷，爷爷这是干什么？都别碰我！爷爷，这是做什么呀？干将莫邪夫妇以血为引，身铸剑。那都是上古传闻，不足为信。人血有凝结之用，与之木不可一世。这样的墨，我宁可不要。爷爷平生不信鬼神，只信自己。不见六合，如何对得起七哥七嫂？真娘，爷爷必须一试。以血为引，长久不还。六合，合墨。八爷，八爷，八爷，合墨！快，歇息。
成。大夫，快请大夫！快！爷爷，你别吓我！快！爷爷，爷爷！爷爷说想去祠堂。爷爷，刘和墨已成。真娘，哎，爷爷想单独跟你待会儿。好，大家先出去吧。你替爷爷上炷香。好。列祖列宗，六个、七个、七嫂、金水和真娘把墨带回来了。爷爷、六爷爷、七爷爷还有七祖母在天之灵，一定会看到的。您放心吧。真娘，莫哭。不哭。我家真娘聪明。好学，勤俭，可爷爷这些年却从没有好好的夸过你，反倒是常常的苛责你，甚至为了李家，总给你唱反调。委屈真娘了。没有，爷爷，真娘都知道，您是为真娘好，真娘都明白。
其实啊，也一直想对你说，我真娘从来都是最好的，从来没让爷爷失望过，也从来是爷爷的骄傲。爷爷就是有点舍不得。
真娘少时，八方出走，爹爹早逝，唯有爷爷苦苦支撑小家，将真娘抚养长大。后真娘迟暮，爷爷既是长辈，亦是严师。若是没有爷爷，真娘如何走至今日？如何能有今日的能为？年一生以志墨为夙愿，位列志墨5杰之首。公母安一出，您铁骨铮铮离开李墨，后又丁齿明示，从此再不碰墨。直到今时今日，您为家为国为整个徽州墨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终其一生，您从未折过身为志墨匠人的风骨。今日在您灵前，孙女立誓，唯愿一生追随爷爷的脚步，振兴家业，将李墨、将徽墨发扬光大。齐刘，送马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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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挂下。放墨作花儿。公主殿下，李家6合墨，黑田家4合墨，两家俱是超一品。放墨作画，李家6合墨，黑田家4合墨，仍俱是超一品。这都斗了4番了，还未分出胜负，此次把握大了。6合墨是我亲眼所见，阿爷和真娘一起做出来的墨。大家尽全力做的墨，我相信一定不会输。公主殿下，各位大人，李家6合墨的制墨师，黑田家的墨迹源自南唐，此行本是抱着向大名鼎鼎的大明徽墨学习的目的，不料4轮斗墨下来，皆不分胜负，初见我家墨品已不属徽墨。贵国有句古话，后来者居上，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。2位客人稍安勿躁，我大明还有一句话：最后一刻，方见分晓。这斗墨尚未结束，怎肯提前下定论呢？连比4轮，你们堂堂6合墨，皆胜不过我们的4合墨。
公主殿下，这其中的高低优劣，想必也不必再比下去了。正如李真方才所言，未到最后一刻，如何轻易评判高低呀？那就请公主殿下给出一个能够分辨高低的办法来。你这是在给本公主出难题呀！公主殿下，鄙人倒有一个法子。鄙人曾经听闻，李墨先祖李廷圭所制之墨，如玉石一般不易腐坏。曾有一位达官显贵将一块廷圭墨掉入池塘之中，直到1年之后才被偶然捞出。众人这才发现，这沉水1年的墨，竟然坚固如初，光亮如新。我们4合墨和李家的6合墨，既然都源自于李墨，不知李家可敢与我们来一场沉水试墨？李真，你可敢应战？启禀公主，李家愿与黑田家沉水试墨。李墨若输，后果如何？你可知道？知墨5节之首，李八爷以性命制出的墨，绝不会输。不愧是相邦大国的期末世家，果然好气度。你我前几番比拼，皆未分胜负。那就请公主殿下在比试中加以彩头。若黑田家胜出，请公主殿下上报大明皇帝，准许我黑田家在大明漳州粤港开设商行，以求我黑田家与大明末爷学习交流之心。区区小事，公主殿下都不敢应承吗？启禀公主，这花红彩头双方都可讨要。既然黑田家向我大明讨要彩头，若李墨赢了，我大明也该向黑田家讨要一个彩头才是啊。此言有理。听闻黑田家的刀源自于我国唐刀，唐刀工艺虽在我大明早已失传，但在黑田家却经历了数百年传承，成为黑田家最看重的宝物之一。那此番斗墨，若李家胜出，本公主便向2位客人讨要黑田家铸刀之术作为彩头，以全你我切磋交流之情。不知2位客人意下如何？这怎么？区区小事，2位客人莫不是不敢应承？便履公主殿下所言。好，传令，沉水试墨。到沉水试墨的第5日，还是胜负未分。连记，你这法子可有胜算？黑田君放心，早在来大明之前，我们便已做过沉水试验。我们的4合墨，就算放在水中15日再拿出来，也一样完好如初。原来如此。
可若是李家的6合墨也能撑到15日，又当如何？这一点，属下也早有对策。陈水第10日，奉墨。你走得我心直慌啊！启禀公主，两家的墨品还是高低未分。公主殿下，沉水试墨之法，李墨乃是源头，我等只是晚辈后生。今日李家未赢，便已经是输了。依我看，不必再比下去了。人吉这话说的好无道理啊！当年李家先祖所制之墨，可是沉水整整1年，也纤毫未损。如今不过区10日，就要定下胜负，未免太过于儿戏了吧？依我看，若是你们这么想要天下第1墨的名号，不如直接回家打块牌匾挂上不就行了？何必在此浪费彼此时间呢？您说是不是？你，莲菊。恭喜殿下，我等来到贵国，是为了交流墨道。若是这沉水试墨一直胜负不分，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无休无止地耗下去吗？那依你的意思呢？再比武力，若武力后依然比不出胜负，那便算我黑田家赢了，如何？李长史，你可敢应？李真，莫要输了我们徽墨的气势。启禀公主，真娘敢应。好，6合墨、4合墨高低未分，5日后评选。真娘，今天是我李家的决战之日，全家陪你一起去。姑姑，天心陪你一起去。好，天心也陪姑姑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真娘。你爹还有你爷爷都在天上看着你，再不怕，我们一起去。我
我们一家子一起去。文谦随各位一同前往。沉水15日，宋末。请诸位评审官上前验墨。请严的人、和的人上前验墨。这次如何？还是照旧。公主殿下，您可是答应的，沉水试墨，若是15日依旧不分胜负，那就算我黑田家族赢了。启禀公主殿下，四合墨有异样。快去看看，快去看看！启禀公主殿下，那块四合墨的确有异样。不可能！我们的四合墨早已做过试验，沉水15日绝不可能损坏。是你们做了手脚！大胆！敢质疑我们大明公主的公正性？你当这是哪里？这是徽州墨业的文会，上有神明，下有大明侍卫和你们黑田家族一起看护，谁能动手脚？谁敢动手脚？那我们在东营沉水试墨，墨并无损坏，这又如何解释？敢问二位客人，既然你们做过试验，这四合墨沉水不坏，那请问是否依照古法将这墨沉入水塘之中？是又如何？启禀公主，真娘知道为何这四合墨会有损坏了。你们这墨沉的是水塘之中，水塘水深且广，水冷而无温变，自是可以保墨15日完好无损。可今次我们沉水试墨用的是缸，这缸水浅且窄，加之连天带夜暴露在外，徽州属山地，白天暴晒，则缸内水热；晚上寒冷，则缸内水冷。你们的墨在这一冷一热反复交替，自是会慢慢生变。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你熟悉徽州气候，算定了这里的冷热变化，我不服！冷热之变只在于其外，真正让墨损坏的，实则还是墨的自身。你们这四合墨用的是千年老松所烧之烟料，自然是非凡，即便在徽州也是难以寻到。可物极必反，这松烟越老，越是难跟胶相融合，加之墨沉在水中，冷热变化，墨中的胶与烟自然会慢慢分离。可我们李墨的6合墨，用的是寻常松所烧之烟料，又经6合其胶，烟胶早已彻底相融，不惧冷热。即便是放在水中1个月，甚至2个月，也一样纤毫无损。你们仗着自己做过此试验，便提出以此法来试墨，
又步步为营，引我们上钩，可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今日一事，我大明徽墨与东瀛墨，孰高孰低，孰优孰劣，我想不言自明。联军，够了，什么也别说了。启禀公主殿下，泉水细墨，我黑田家认输。大明徽墨确系名不虚传，我等愿赌服输。黑田家出逃之法，不利，便将呈送大明。沉水试墨15日，胜负已分。这天下第一墨，我大明李家6合墨，当之无愧。恭喜圣上，恭喜公主，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公主千岁千岁千岁。李家6合墨胜出，御赐天下第一墨。黄金易得，李墨难求。圣上御赐李墨天下第一墨名号，黄金易得，李墨难求。圣上御赐李墨天下第一墨名号，黄金易得，李墨难求。圣上御赐李墨天下第一墨名号。恭喜啊！都有啊！没有，天下第一啊！诸位，此次李墨赢得了天下第一墨的美名，现将圣上亲赐的天下第一墨的牌匾正式授予李墨。李墨，多谢圣上。真正是多谢。此次贡墨竞选，你居功至伟，为我们徽州墨业增光添彩。这块匾由你代表李家手下。真娘，快上去接呀！各位叔伯前辈们，此次6合墨能成，绝非是我们李墨一家之功，而是整个徽州墨业同仁齐心戮力的结果。这6合墨中，有我们李家的4合墨，骆家的合墨法，陈家的教法，潘家的墨方，西家的实就实处，更有黄掌柜和胡会长珍贵的药材。这每一道工序都凝聚了我们众人的心血，而我爷爷最终以血合墨，合的也不仅仅只是一块墨而已，而是徽墨一心，墨魂永继。为此，这天下第一墨的牌匾不应当进李家，而应该永远地挂在文汇，让徽州墨业同仁共享这一份荣光。真娘，这匾
来之不易，李默当真不受吗？胡会长，这是我们李氏上下共同商议后的结果，并非一时冲动之举。除此以外，我们李家已将这6合墨做了分割，分别赠与徽墨各家，寓意我们徽墨同出一脉，同成一方水土。我想，这也是我爷爷冥冥之中最想要看到的结果。真娘，你的心胸和用意，我们都感受到了。今日徽州墨业承李默之情，必当如你所愿，继续发展壮大。只是你，还有你们李家，辛苦了这一遭，却什么都没留下，这未免遗憾呀。是啊。诸位前辈们，若说遗憾，真娘确实有一事相求。真娘想把当年我爷爷丁齿明氏留下的那颗牙带走。如今爷爷已经殉道，坚守了自己的墨道。他当年发过的誓，流过的血，都已经成了如烟往事。而这颗牙，也当同他一同而去，不该再停留在此处了。真娘想让爷爷完完整整的归家，还望诸位叔伯们能够成全。真娘，你的一番孝心，我们怎能不成全？你说的对，让八爷完完整整的归家。